大家好，先来回顾一下，此处因为连续降雨的因素呢，土里积水后，采用移植挽救后的大陆妹。最左侧2颗是当时刚移植后的状况。经过1个星期后呢，因为这主要是要吃细嫩为主啊，所以消化的速度算是非常快。特别留下这2株记录移植后补救恢复的状态。而此区块一角也是中央种植区设置堆草槽的空间。经过整理调整后，土壤厚度可以这么厚啊。主要的原因是将堆砌后的杂草地下化，进行垫高后，也是要用来面对多雨的季节。现在要进行移植的是小青龙不辣辣椒。关于家庭种植而言，通常就是省事自然就好了。因此，除非有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，不然其实大都只是种植与生长记录。由于是自行育苗，因此挖起的土块会比较大。这在进行挖掘前有先行浇水啊，方便根系可以爬住土壤，让根系生长的位置可以固定。事先浇透水，除了方便种植，移植的成功率也会更高。因为辣椒的植株比较高大，所以种植的位置是靠内侧，外围则留有一点空间，可以再种植叶菜类，也方便浇水啊。由于挖掘时带有很大的土块，这土壤表面虽然有杂草，但是不要急着拔掉啊。等种植好，或是将植株摆进凹槽后，才进行除草。除了避免土壤脱落，也可以维持根系生长的方向。只要移植前有先浇好水呢，移植就是这么简单啦。成功率可以很高之外，恢复生长期也可以很短。而由于中央种植区的堆草槽空间被消灭掉了，这要有效率清理此区域的杂草，就得再额外进行安排。除草其实不难啊，只要有点耐心但是要很有效率，堆草槽的设置已经成为了种植与除草标配。由于已经将堆草槽设定为除草的 SOP 了，因此在一旁多挖出一个堆草槽。这一块比较宽敞的菜地呢，原本是设定要种植地面攀爬型作物，目前算是被小番茄卡住了。这小番茄是种来给小孩子拔的，一说自己拔的要自己吃掉就突然缩手不敢拔。不过这棚架采用东西向进行搭设就算没有主动拆除，台风一来，肯定会快速应声而倒。而这土壤层虽然很厚但是作物根系可用的土壤大约只有30公分下方的土壤已经是很硬的黄土，除非是很深根系的作物，有强韧的能力往下钻不然菜床的土壤厚度不需要到那么深。一旁这疏松很像腐殖土的东西是由稻梗与大叶浮萍所演化。这覆盖在土壤表面后，不需要理会，就只要给一点时间，堆叠后不容易长草之外呢，还可以在土壤表面产生不少疏松的养分现在这一块宽敞的菜床，不只是要设置堆草槽，因为是菜地地势比较低的位置，还要将整块都进行垫高，来降低土壤湿黏的问题。在不多搬动额外的土壤方式呢，而采用多次搭配除草与堆肥的概念，会全部翻松过一遍至于垫高与掩埋的材料呢，就算不除草，也有不少材料而需要这样大费周章的原因，是因为本地平日的垃圾车呢，
不收杂草与菜叶啊。因此这一旁还有依据火箭炉概念呢设置的火箭炉，帮助处理掉修剪下的树枝啊。这进行掩埋的堆草槽，则还要帮忙处理一些作物外壳。由于田间惯行农法多余的材料，可以在田里就地处理啊。采用惯行农法的方式，乡下很多人都很会种啊，但是另外种来自己吃的所产生的多余材料呢，算是比较健康的友善废弃物啊，只是却没有空间，或是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。毕竟要叫长者慢慢挖、慢慢买的做法呢，就算有概念，也要有力气啊。而这些种来自己吃的多余材料，其实非常丰富啊，就挪出一点空间帮忙处理掉，也因此才把堆草槽与垫高，增加土壤有机质一起施作，而这过程也算是资源回收啊。这6、7种作物残余茎叶呢，应该可以让蚯蚓吃很久了，因为没有多做切碎的动作啊。一旁刚好有咖啡渣酵素，就添加一点来增加腐化速度了。而因为时间有限，加上几乎都得手动处理啊，因此一开始就习惯先想好将作业整合。但是久了呢，整合作业流程就可以不用思考太多了。接着在表层覆盖水中大瓶，大瓶只要脱水没接触到地面，就可以快速干掉。另外，大瓶除了繁殖的速度非常快，内含超级植物蛋白的成分，不但可以提供水中生物充当食物啊，还可以压抑强日照下青苔的生成。顺道清除的过程，可以方便隔壁婶婶取水之外呢，也是在对水池做清淤的准备啊。而水池中的黑淤泥也是肥沃的大自然产物啊，只是使用前要多做一点防草籽处理啊。经过5天后，不需要强日照，大瓶就可以干掉的非常明显。原本堆砌比平面高约30公分，已经等高了。而这大瓶蚯蚓也很喜欢吃之外呢，还有当作下层草籽隔离层的效果。至于是否要进行覆土，使用厌氧发酵呢？这可以取决于设置的环境啊，因为没有加入甜味的果皮，是不容易有苍蝇。另外，这设置的位置非常开放，也没有注意到有没有特殊气味啊。而这很庆幸的是，狗不会来挖了。空间比较小的话，是还可以继续堆叠啊。现在进行覆土的原因，则只是要将此处都垫高一遍，因此挖掘的地方是还没有垫高的位置啊。这土壤因为含有不少的蚯蚓，就不进行敲碎，让其自然分解就好。最先一开始挖出的土壤，则先堆放在一旁，这样才方便边覆土边挖掘。等覆土完，一旁就有新的堆草槽可用了。这样后续就都可以同时完成2件事。填充垫高的速度算是很快啦。隔天婶婶又在凹槽里倒满了玉米笋的叶片啦。因为要下雨，除草的速度也就暂时搁置啊。最后换季种植这件事，这些茼蒿的剩余价值可以插花之外，也可以进行留种啊。如果种植空间是属于长日照，个人觉得已经可以开始换季种植了。毕竟前几天的日照体感已经非常热了，若是还有半日照的空间，则可以晚一点。目前后院还在种植四季豆啊，虽然说种植豇豆会更理想，但是小孩子都只喜欢吃四季豆了。
这在日照没有很强的位置，还是可以顺利长豆啊。下部影片再分享后院刚又种植下去的四季豆状况，谢谢收看。